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纽约市的二房东和租霸，还有纽约市的一些好房东和好租客。在纽约极度复杂、偏向租客的法律体系下，租赁市场呈现出极其两极化的生态。这里既有让人头疼的二房东与租霸，也存在着无数相濡以沫、互信互助的好房东与好租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纽约客真实的居住图鉴。二房东与租霸法律漏洞下的博弈，恶性循环。当法律失去平衡或者被恶意的钻营时，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就会演变成一种残酷的战争。职业租霸生存之道，熟读《住宅稳定与租客保护法》等法律的条文，利用纽约房屋法庭严重的案件积压实施合法赖租。常见的手段就是付完第一个月的房租与押金以后便停止付钱，利用伪造的租约向警察主张自己是合法的租客，甚至在法庭调解的时候反向勒索房东数万美元的搬家费才愿意搬走。最新的法律防线为打击此现象，纽约州已经修法，明确将不法强占者排除在租客的定义之外。此外，最新推动的纽约州参议院 S2366法案更计划将强占房屋行为定义为3级刑法非法侵入，并试图将无约占屋获得租客权利的期限由30天延长至60天，以全面防堵职业租霸。二房东的生存之道，欺负弱势租客，比如无身份移民、留学生或者是低收入家庭、不懂法律或者是不敢报警的人。他们常见的手段就是故意不维修漏水，任意细菌和鼠患蔓延，在纽约寒冷的冬天蓄意切断暖气或者热水，或者在未经法庭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换锁，强行扔掉租客的财物。这在纽约是属于违法的非法驱逐行为。反制代价，此类行为会引发租客联合罢租。随着纽约正当理由逼迁法的全面实施，二房东若无正当理由将无法任意拒绝续租，并且不合理的租金涨幅也将面临法庭的判决无效。良性的循环就是好房东与好租客信任与人情的基石。尽管新闻总是在报道冲突，但是在纽约，维护整个城市日常运转的多数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合规基础上的健康租赁关系。好的房东在纽约，优质的房东，尤其是经营家庭式公寓的小房东，深知一个好房客胜过高房租的道理。负责任的维修，收到维修请求后迅速的反应，冬季严格遵守市府的供暖标准，确保热水24小时供应。租金展现人情味，面对准时付租金、爱惜房子的好租客。好房东在续约的时候通常会主动保持租金冻结或者象征性的微调，不盲目跟风市场哄抬租金。危机时候的体谅，当租客面临失业、生病等暂时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愿意主动沟通，携手共同申请政府的租金补助计划，甚至会主动减免部分的租金，以共度难关。好的租客是房东资产最好的守护者，也是社区和谐的基石。诚信与准时，将按时缴纳租金视为最高的信用原则。若预知会迟到，会提前真诚地说明，并且支付滞纳金。爱护房屋如己出，保持室内整洁，主动预防垃圾堆积引发的虫害。遇到小维修，比如换灯泡、紧螺丝，
会自己动手。遇到大的问题，比如管线的漏水，第一时间会通知房东，避免损害扩大。邻里友善，遵守大楼规章，深夜保持安静，不与邻居制造摩擦，不私自将房屋非法转租，而为房东带来法律风险。在纽约这个法规极其复杂的市场当中，严格的背景调查是好房东筛选好租客的科学手段，而了解自身合法权益则是好租客避开恶房东的护身符。恶性的对立，恶房东和租霸。恶房东的特质：违法断水断电，无视安全隐患，非法驱逐。租霸的特质：恶意欠租、伪造文件、毁损房屋、敲诈勒索。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家都输，耗时数年的法庭诉讼，高昂的律师费，房屋沦为废墟。当好房东遇到好租客，就是良性的共赢，依法合规，维修迅速，租金合理，具有同情心。好租客的特质就是准时付租金，爱惜公物，沟通透明，尊重邻里。好租客和好房东最终的结局就是双赢，房东获得稳定的资产现金流，租客在纽约拥有温馨安全的家。纽约的房东们是用最勤劳的双手，在这个最艰难的城市里面为下一代筑巢。他们的坚持和智慧是保护这份家产最核心的盾牌。在纽约当房东不是在做资产阶层，简直是在修罗场里的历劫。外界总是觉得房东是在躺赚，只有房东自己知道，每一砖每一片瓦，全是用大半辈子的血汗、省吃俭用的积蓄，以及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换来的。好房东遇到租霸的时候，提前利用高科技全面监控，不给赖租者留漏洞，在合法的范围内，比如公共的走廊、大门口，安装24小时联网的智能监控，防止租客私下把房子转租给别人，或者偷偷的带进更多的人口或者宠物。在苗头刚刚出现时，就立刻通过法律发出警告信，将其捏死在萌芽的状态。纽约市的租客保护法非常的严格，如果遇到老赖租客拒交房租，并且赖着不走，房东通过法律途径驱逐，可能需要耗时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期间往往还收不到租金。面对顽固的老赖，建议立刻前往纽约住房法院官方网站，了解针对房东的官方指引，并且尽快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纽约房东房客法专业的律师。发出终结租约通知90天的通知期，在纽约州，对于居住超过2年的租客，房东如果不打算续租，或者是打算终止月租协议，必须提前90天向租客发出书面的不续约的通知。针对破坏行为发出限期整改通知。针对屋内乱七八糟破坏房屋的行为，律师通常会另外寄出一份10天的限期整改的通知，要求其期限将房屋恢复原状，否则视为严重的违约。正式起诉的时候，如果90天或者10天通知期满，租客依然拒绝搬走或者整改，房东需要通过法院或者使用纽约法院官方提供的小型房东自助办理程序工具，正式提交起诉书，正式启动诉讼。法庭审理与法警执行法官在审理后会下达最终的判决。胜诉后，法院会签发驱逐令，房东必须拿着驱逐令联系当地的法警，让法警上门强行将租客架走，并且更换门锁。合法的应对步骤和关键的策略，核心的策略，走到期不搬驱逐。
纽约的驱逐诉讼分为两种：追讨租金的驱逐，仅针对租金欠租，只要租客在法庭上把钱补齐，诉讼就会终止。到期不搬的驱逐，针对租客违反租约，比如蓄意的破坏、制造脏乱差的违法卫生环境，或者租约已经到期，并且房东明确拒绝续约的情况，建议首先这条途径目标就是彻底的将人赶走，并且收回房子。拖欠租金并且破坏房屋，这种是属于极其恶劣的职业老赖的行为。但是，鉴于纽约州的法律极度的偏向租客，房东绝对不能私自的断水断电、换锁或者是强行的扔其行李，否则会被视为非法驱逐并遭到逮捕。房东必须通过房屋法院走最正规、最严格的法律程序来收回房屋。监狱与维权的途径，由于纽约州的租客保护法非常严格，涉及驱逐和房产纠纷的程序十分的繁琐，任何微小的程序失误都会导致案件被驳回。业主遇到此类严重的情况时，切忌冲动使用武力，正确的做法是保留所有的证据，拍摄房屋受损的照片、录像，保存所有租赁合同及租客拒交租金的记录，寻求法律的援助。尽快联系精通纽约州房东房客法的专业律师，启动合法的驱逐与索赔的程序。遇到了恶租客的合法应对流程，在纽约州，房东如果遇到租客破坏房屋、拒交租金，必须通过正规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切勿私自采取行动。业主绝对不可以私自的断水断电、换锁、扔租客的行李，或者是进行暴力的恐吓。这些行为是属于非法的驱逐。房东会因此遭到逮捕，并且面临巨额的民事甚至刑事的处罚。合法的驱逐流程，业主需要向当地的房屋法院提交申请，通过合法的驱逐程序来要求租客搬离和赔偿。假若胜诉，必须由当地的执行法官强制执行驱离。业主不能因为租客拖欠租金或者损坏房屋而将其开枪打死。在美国的纽约州，开枪必须是严格满足生命受到直接并且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前提下，否则房东将会被控谋杀或者是过失的杀人，面临严重的重罪指控及漫长的刑期。财产的损失不能成为夺命的理由。法律明确地区分了生命安全与财产纠纷。租客不交租、砸坏房屋，在法律的性质上是属于民事的违约和财产的侵权。法律是严禁使用致命的武力来保卫财产或者追讨债务。一旦业主开枪，自卫抗辩将完全不成立。等待业主的是法律的严惩。合法的武力自卫标准，开枪的红线，即使租客持刀或者是持枪威胁业主的生命安全，业主的开枪行为也必须符合极度严格的法律审查，必须是合理的恐惧。业主必须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自己或他人正面临即将来临的死亡或者是严重的身体伤害，无处可逃。在纽约州法律的要求，在公共的场合或者并非自己的住宅的地方，如果可以安全的撤离，必须先撤离。但是如果是在自己的家中，城堡原则的变体，房东虽然没有撤离的义务，但是使用致命的武力的条件依然仅限于保护人身安全，并且必须是别无选择。投资美国地产，读不懂规则，处处都有限制；读懂了规则，处处都有技巧。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的故事，可以帮您规避风险，让您在房产的买卖上少走弯路。
纽约的房价这么难降下来，是因为纽约的土地与新房极其的稀缺，纽约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以盖新房了，而且建筑成本高昂。纽约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全世界富豪、跨国公司高管和留学生家庭都在源源不断的涌入纽约，买房或者租房的需求永远都在排队。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如果觉得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